基地出自阿西莫夫的长篇小说《银河帝国》系列，曾一度被认为是最难影视化的作品。第一季一共10集。
来都是一样的。在另一边，哈里谢顿的科学团队已经乘坐亚光速飞船来到了宇宙深处。可亚光速飞船不像跃迁舰那样可以跳跃空间，他们要抵达5万光年外的端点星，可是个漫长的旅程。画面一转，盖尔带队来到了一个阴暗的洞穴里发掘矿石。可就在这时，一只诡异的外星生物袭击了他们。混乱中，子弹的火花点燃了岩缝中的可燃物质，现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原来这只是一场模拟训练，看来端点星上的环境异常凶险，数次模拟行动都以失败告终。盖尔推算出，他们在登陆端点星5年后，死亡率高达34%，建造基地的难度远超了谢顿的想象。在这一期间，盖尔和谢顿的养子之间擦出了火花，而且盖尔还怀孕了。但在亚光速飞船上，他们只能将胎儿保存，直到抵达了端点星后才能出生。
点星上的基地小镇上，还有一群人在代替谢顿完成他的使命。30多年来，他们一边撰写着《银河百科全书》，一边观察着穹隆的异常。原本庞大的科研团队，如今也所剩无几。而且这颗荒凉贫瘠的星球不出产任何金属矿石，只能从其他星球采购所需的物资。赛弗的男友雨果是基地的采购员，他长期驾驶着货运飞船在附近星系奔波。每当雨果满载而归时，基地的孩子们都会非常的兴奋，因为他经常会给孩子们带一些端点星上没有的零食回来，比如巧克力。雨果这次回来也只能在端点星上短暂的停留29个小时，过后还得继续外出采购物资。雨果向赛弗介绍了自己所去过的星球，而从未离开过端点星的赛弗同样也对外太空充满着无限的遐想。雨果也希望他能跟自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赛弗有自己的使命，没有办法离开这里。到了夜里，赛弗正常外出巡逻，可当他来到穹隆附近时，从望远镜中看到了一个奔跑的少年。赛弗警告少年不要在夜间乱跑，可他还是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飞船残骸中。当赛弗追进船体内部时，少年早已跑没影了。可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端点星上的土著怪物，这种怪物名为主教爪，但赛弗给他取了一个可爱的称号，叫做美宝。第二天，他们通过望远镜观测到，有3架安星人的飞船正在向端点星靠近。36年前，帝国战舰向安纳克里昂星和迪斯比斯星发动了致命性的打击，这次很有可能就是来向他们进行报复的。而雨果正是迪斯比斯星人，或许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靠近安星人的飞船打探情况。可在多数人看来，应该将此事直接通报给帝国。而赛弗作为端点星的守护者，他首先想到的是检查基地的武器库，可武器库里的装备都是一些破铜烂铁，基本都派不上用场。更糟糕的是，他们与帝国之间的通讯也被切断了。安星人这是要明目张胆地进攻端点星。危机关头，赛弗的母亲只好打开了谢顿的公式，或许与众不同的赛弗能够理解心理史学，从而推算出解除危机的办法。可事与愿违，除了谢顿和盖尔之外，无人能够解读公式。可如今谢顿已死，盖尔也流失在太空中，他们只能靠自己了。这天夜里，赛弗又看到了昨晚的那个少年，再次跑进了飞船残骸中，似乎是在指引着赛弗。他一路跟了上去，可就在这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只身中利剑的美宝，而射伤美宝的人正是一群安星人。关键时刻，赛弗急中生智，搬出了帝国条约和他们交涉，而对方声称自己只是拾荒者，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殖民飞船的导航装置，随后便威胁赛弗带他们前往基地主塔的位置。可这里的围墙立场有生物识别功能，只能其中一人贴身跟在后面，才不会被识别出异常。因此，卷发姐一人跟着赛弗前往主塔方向。可就在这时，赛弗在前方的迷雾中又看到了那个神秘的男孩，可对方却什么也没看到。突然，赛弗灵机一动，他以抄近路为借口，径直开向了穹隆。结果可想而知，卷发姐当场昏死过去。随后，赛弗将她带回了基地。基地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没有帝国的指示，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可他们始终联系不上帝国，再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赛弗和雨果来到卷发姐面前，试图想要探出一些可靠的消息。可卷发姐的嘴很严实，不肯透露半点信息。最终，赛弗动用激将法，打破了他的心理防线。卷发姐瞬间失控，飙起了一口流利的外星方言，她的内心像猛兽一样狂怒。赛弗从她身上看到了死亡的气息，不过也从她的口中听到了一些端倪。再根据她手中的弓箭推断出，眼前的卷发姐根本就不是什么拾荒者，而是统领安星人军队的大猎手。与此同时，安星人大军已将基地团团包围。谢顿的公式只能预测出群体的行为，并不能预测出个人的命运。曾经有个帝王找过他，让他推测出新一代帝王的命运，可他也没有预测到新一代的帝王会是如此的软弱。好在帝王拥有光环护甲，让他分毫未伤。可一旁的园丁差点没被他吓死，而另一边的白昼国王正在和后宫的美女享受鱼水之欢，他的动作必须要足够轻柔，稍微一用力就会触发光环护甲。可正当两人找准节奏时，丹莫尔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好事。原来是比邻星的教宗去世了。对于文明的兴起与消亡，谢顿早已解开了谜底，而信仰则不一样，它更像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也正因如此，帝王才这么忌惮谢顿的预测。帝国统治着跨越10万光年的银河系，却无法干预信仰的范畴。而大使的到来是为了选出下一任继承者，大帝们希望提拔格拉特为下一任比邻星教宗。可这时又冒出了另一个继承者哈利玛，而且他的支持者略高，这让帝王非常生气。因为这个叫哈利玛的女人
提倡教徒回到帝国统治前的时代。帝王打算亲自去一趟比邻星，处理教宗继承者的事务。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情，是因为透光教的教徒在整个银河系足足有3万亿之多。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这将会颠覆整个银河帝国的统治。而此时的川陀也出现了动乱，因为36年前的星桥坠毁事件导致77层的热尘势被融化，而36年后他们还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可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大角星附近的通讯浮标断网了，而那个浮标正是连接边缘地带的通讯。这下他们终于意识到了端点星的异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让帝王们开始相信谢顿的预测，因为谢顿曾在审判现场说过一模一样的话。Sensing vulnerability, soon other players will begin to apply downward pressure. An exhortation from one of the galaxy's major religions is a given, or perhaps a homegrown insurrection here on Trantor. 其实黄昏国王早在30年前就召集了1000位帝国最顶尖的数学家，让他们来破解谢顿的公式。可30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弄出个所以然来，还谎称谢顿的预测是违背现实的行为，这让国王当众发飙，甚至直接把人给吓死了。Tell me! 黄昏国王派了帝国大将军多尔文带一支军队立即前往端点星调查。他还特意嘱咐了一句，让他提醒基地不要对帝国有所隐瞒。而在另一边的端点星上，基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安星人随时都有可能攻破外围，可他们始终联系不上帝国。于是赛弗集结了基地内仅有的几名战士，准备正面迎战。可就在这时，赛弗突然出现了幻觉，他来到了川陀图书馆中，在这里他又看到了那个神秘少年。为何幻象会接连出现？赛弗毫无头绪，但一定有他出现的原因。或许是穹隆给他的提示，可能解除危机的关键点就在赛弗身上。与此同时，安星人已经在围墙外架好了武器，准备攻破基地的屏障。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这时，雨果提议他可以乘坐飞船逃离，去其他星球求助，而这样的行为很危险，可能还没进入轨道就会被安星人击落。可雨果不顾自己的安危，执意要去尝试一下。就在这时，赛弗突然意识到穹隆肯定跟谢顿有关系，因为他在出现幻想时看到了川陀图书馆，而谢顿此前便是那里的馆长。在宇宙深处的某未知领域，一艘逃生舱缓缓映入眼帘。没错，他就是盖尔，在黑暗的太空中漂浮了30多年，直到现在他才被飞船捕获。因为逃生舱有冬眠功能，盖尔还是原来的样子，可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逃生舱内还有那把带有谢顿血迹的匕首，他想到了曾经所发生的一切。此时的盖尔紧张到了极致，他不停地敲击着舱门，可无论他怎么使劲，都无人回应，手都差点搞废了。可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他手中的匕首突然被吸在了门把上，舱门就这么神奇地打开了。难道是他的血与谢顿的血融合，触发了某种程序？盖尔小心翼翼地穿过长廊，来到了飞船大厅，可飞船内空空荡荡，除了他，只剩下一片寂静。盖尔跑到控制台前询问智能系统这艘船的人员去向，可系统却显示只有他一个人。接着他又询问系统今年是哪一年，系统的回答让盖尔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睡了34年零223天。可当盖尔想要发送求救信息时，系统却提示权限不够，也无权更改飞船的航线。于是他只好搜索帝国的新闻，得知一些消息。在新闻中，他看到了谢顿死去的消息，这令他痛苦万分。而男友在被抓后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审判官提起了盖尔的名字，男友这才开口说话。他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I know what I've done seems incomprehensible, but you can't lose faith in the plan. Ever. 上制服，这一次他脸上的无助变成了希望。盖尔利用自己的天才头脑，在没有权限的情况下，用浏览星图的方式忽悠智能系统，一步一步将自己的位置给找到了。原来他在阿尔戈星区玉林星流附近，接下来就该骗出航行方向了。盖尔利用恒星的光谱频率算出了飞船的航向，可飞船最终的目的地怎么也算不出来。而唯一拥有权限的人便是她的男友，这更是让盖尔大吃一惊。这时，盖尔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穿上宇航服，爬到了飞船外边，利用头盔上的红外线滤镜，用肉眼鉴别出了目标星球。原来，飞船的目的地是赫利肯星，那里便是谢顿的老家。而很多人都怀疑是他杀了谢顿，去到那里，他只有死路一条。可智能系统却没有任何回应。这时他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走过去一看，居然看到了谢顿临死前的全息成像。
基地在围墙立场的保护下，暂时还算安全。可再怎么坚固的屏障，也承受不住持续的攻击。北边的一角即将被攻破，大战一触即发。危机时刻，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帝国跃迁进入了端点星的轨道。救星终于来了，而安心人见此却不屑一顾。原来他们早就料到了帝国跃迁会来，这正是他们想要的。跃迁舰扫描了端点星的情况后，很快便发现了安心人的舰队。将军立即联系了基地，他们收到了基地的求助。可赛弗建议他们不要靠近，等弄清楚安心人的目的再行动。可毫无抵抗力的基地居民只能四散而逃，死的死，伤的伤。与此同时，跃迁舰上的帝国小队也察觉到了异常，他们整装待发，将会在5分钟后登陆端点星。就在这时，卷发姐绑架了赛弗的母亲，关键时刻，赛弗成功救下了母亲，两人扭打在了一起。安心人认为是谢顿的预言激怒了大地，才导致了自己的星球被轰炸，破坏基地，打乱谢顿的计划，便是他们的目的。这时，跃迁舰下降到了基地的上空，他们向安心人发出了警告，可安心人早就做好了准备。自带黑洞的跃迁舰就这样没了，基地30年来的努力也毁于一旦。第二天，安心人来查看飞船残骸时，居然发现将军还活着。他们活捉了将军。基地居民除了逃走的雨果和赛弗的父亲外，仅剩2个漏网的孩子，其他人全被俘虏。两人偷偷溜进了关押赛弗的房间，找准时机，无缝配合，成功救下了赛弗。安心人目的果然是深藏不露，他们先是切断了通讯，紧接着进攻基地。等跃迁舰赶到端点星后，又千方百计让他们靠近地面，最后使用早已准备好的高速导弹摧毁了跃迁。而如今，他们又想让基地的科学家们修复那艘摧毁的跃迁，他们想要占为己有。那么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将会是跳跃到川陀，完成他们的复仇计划。赛弗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这2个导弹鬼救了自己。他们将赛弗一路拖着来到了地热隧道，顺便还吐槽了一下赛弗的体重。这时，有个小孩提起了无敌战舰，赛弗很意外，他们是从哪听到这个名字的？原来他们在营救赛弗的时候，在基地里偷听到了安心人的对话，而这艘无敌战舰早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莫非是安心人找到了无敌战舰？因为他们此前也说过，他们在寻找殖民飞船的导航装置。赛弗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刚走出隧道，他们就遇到了雨果和哈定市长。据他们所知，安心人重新设置了围墙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没法回基地了，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夺回基地。可赛弗却想到了安心人的护卫舰停在地热场附近，他觉得安心人的目的是想要打造一艘歼星级别的战舰，如果让他们得手，整个银河系都将会生灵涂炭。最近赛弗接二连三的出现幻觉，这必定是有原因的。赛弗说服了父亲，暂时先放弃基地，抓紧时间去摧毁他们的护卫舰。这里提一下赛弗的父亲，他从小在川陀的地下城市长大，因此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好，遇到大风便会变得弱不禁风。在一路上，父亲对赛弗讲起了辉煌的川陀，但他对此却不屑一顾，因为辉煌的川陀背后就是无尽的谎言和欺骗，经过了上万亿人的辛苦工作，才换来了川陀的
已经抱着炸药奔向了护卫舰，可在关键时刻，安心人还是发现了他。赛弗远距离清理掉了旁边的小兵，可市长最终还是倒下了。在生死关头，他引爆了炸药。市长用自己的生命摧毁了护卫舰。他曾经加入基地计划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他喜欢的人在这里。可最终，他也相信了谢顿的计划，并为之付出了一切。赛弗惭愧无比，是因为自己的决定让父亲丢了性命，他觉得是自己搞砸了。而谢顿也说过，整个银河系会因为一个人的行动，从而转向另一种可能，而他可能就是那个天选之人。夜里，两人从地热隧道偷偷潜入了基地，可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安心人逮了个正着。他们的3架护卫舰全被摧毁，现在唯一能离开端点星的飞船，只剩下雨果的货运飞船了。而能够操作这艘飞船的人也只有他。可雨果为了保住赛弗，他欺骗卷发姐，飞船必须要和赛弗一起操作才能起飞。就这样，在雨果的教导下，从未开过飞船的赛弗现学现卖，成功启动了货运飞船。安心人还带了一些对他们有用的基地科学家，还有跃迁舰的舰长。他们在基地居民的目送下离开了端点星。黎明大帝第一次狩猎就收获了6只，已经打破了黄昏大帝的记录。随从告诉他，黄昏的最高纪录也就1天3只。可就在这时，附近传来了一声枪响，原来是黄昏大帝收获了第4只。这时黎明大帝却表现得异常慌张，他让随从把其他3只蜥蜴藏起来，好让黄昏以为他只收获了3只。他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还好黄昏兄弟并未发现异常。这里是川陀的皇宫，也是整个银河帝国最辉煌的宫殿，他们统治银河系已有12000多年。小丽从13岁开始就成为了后宫的植物学家，也就是黎明大帝坠楼时被吓跑的那位姑娘。她父亲生前也是宫里的生态学家。可今天大帝询问小丽坠楼事件时，她却表现得很慌张。仆人们只能记住大帝想让他们记住的，他们只能看见大帝想让他们看见的。这听起来多少有些悲催，这也是帝国背后丑陋的一面。小丽向大帝推荐了一种名叫狼蜥叶的植物，这种植物可以缓解疼痛，也可以迅速愈合伤口。此后，黎明大帝便对小丽更加上心，他经常会远程操控间谍蜻蜓，在小丽工作的时候偷偷关注着她，自己一有空就会跑到后宫与她一起闲聊。他是真的动了凡心。黎明问小丽，你是否能够看见世间的美？她确实可以看见，她能看到后宫的蔷薇，她能看见美丽的夕阳。从他们的聊天过程中得知，原来黎明大帝有色盲症，几个世纪以来，他是唯一一个有缺陷的帝王。打猎时他把猎物藏起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蜥蜴猛龙有变色的能力，很难在树林中被发现，而对于色盲者来说，影响并不大，这是他一生都在守护的秘密。可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小丽，这也是他此前跳楼的原因。小丽突然对大帝说，若是想让我保守秘密的话，那就把我从这里推下去，这是保证我不泄密的最佳办法。可大帝却选择了用爱感化他。到了晚上，雷特队长在巡视期间看到了黎明大帝丢掉的猎物。雷特队长拥有隐形的能力，似乎还拥有永生的能力。除此话桥被毁，端点星的基地沦陷，比邻星教宗又出现了纷争，接踵而来的灾难无一不预示着银河帝国的衰落。白昼帝王跃迁来到了苏拉恒星系，太空守卫告诉他，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慢速行驶，便可抵达少女星。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生化人丹莫尔。人类只能在冬眠状态下跃迁，而作为生化人的他，却可以享受跃迁折叠时的光影。而此前盖尔也在跃迁途中醒来过，这也说明了他的与众不同。大帝问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可丹莫尔也解释不清楚。在吃饭的时候，
了非常糟糕的窘境。这个星球也曾有过辉煌的时代，可如今他们只能靠养殖藻类和捕鱼为生。盖尔就出生在这颗星球上。纳克斯因为气候的原因，海平面每天都在不断上升。不久之后，奈克斯将会变成一颗水球。在这颗星球上，一切有关科学的研究和活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他们不再依赖科学。能够成为教会的使者，是每一对父母的骄傲。盖尔的父母也不例外，就好比我们考上清华北大一个概念。可恶劣的气候让他们越来越难生存。在某天夜里，盖尔和2名先知来到了一所废弃的大学，来查看是否存在违禁的活动。废弃的学校竟然还有灯光，这明显是有人的。3人分头行动，寻找异端人士。好巧不巧，盖尔在房间内看到了有人在急匆匆地收拾书籍，原来是索恩讲师。他也知道盖尔成为了一名侍者，而侍者眼中的异端人士，便是像索恩这种不愿遗弃知识的人。盖尔劝告他立即离开这里，因为先知认为此地有违教义，任何分析性质的学习都违背了觉醒的信仰。如果被先知们发现，他将必死无疑。可索恩却淡定自如地拿出了折叠之书，向盖尔讲起了知识对文明的重要性。他打算把书送给盖尔，可盖尔还是拒绝了他。但索恩始终坚信，在盖尔的心中还尚有一丝对知识的信赖。最终，索恩被先知们抓获，他即将面临残酷的刑罚。索恩的双脚被捆上了大石，与他的书籍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海底。其实盖尔心里很清楚，先知教会所谓的觉醒，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于是盖尔在夜里跳入了海底，将那本折叠之书取了上来。在之后的日子里，盖尔夜以继日地学习数理知识。渐渐的，盖尔的父母也开始察觉到海平面不断上升，养殖的海藻也接连死去，可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的改变。这天，盖尔偷偷找到了走私的送信者，他请求信使向川陀发送了一条解题公式，以求参加帝国的数学比赛。可在不久之后，先知教会发现了有内克斯人参加数学比赛的事情，可他们还没意识到是盖尔。母亲试图让他停止这一切，因为他这样的行为会让他们全家都陷入危险之中。可盖尔依旧没有放弃。终于，在这天夜里，他收到了川陀的回复。原来，盖尔对亚布拉克萨斯猜想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谢顿不敢相信，一位来自农业星球的小女孩竟然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让无数天才摸不着头脑的问题。而谢顿自己也研究过他的解题方式，证明盖尔是对的。谢顿向他发出了前往川陀的邀请。在临走前，盖尔请求父母一同前往川陀。可川陀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座罪恶的机械世界，他宁愿盖尔去死，也不想让他去到川陀。直到后来，盖尔取出了脸上的印记，这也说明他彻底脱离了信仰，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父母没法再阻拦他。最终，盖尔踏上了帝国的飞船，离开了这颗濒临毁灭的星球。